进口中国军火最多的国家，海陆空全是中国制造，第一签下100亿大单。什么数据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武器制造能力？答案很简单，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越是出口量高、出口范围广的国家，其军工制造能力显然是越强的。而中国在近些年来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目前装备中国武器最多的国家，海陆空武器均为中国制造，高端化趋势明显。最不难猜到的就是中国的国际老朋友巴基斯坦。作为被国人亲切地称为巴铁的国家，巴基斯坦向来与中国保持了多方面、多领域的密切合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多国转头购买中国武器，打破美国垄断。近年来，国际军贸市场风云变幻，中国军工产品的出口呈现出愈发蓬勃的态势。以巴基斯坦为例，这个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一直是中国的军工大客户。近期双方又签署了一项高达85亿的投资合作协议，尽管其中并非全部为武器交易，但军贸无疑占据了重要比重。巴基斯坦已装备中国枭龙战机多年，近期升级后其雷达与导弹系统均得到显著提升，性能亦可媲美 F-16， 但价格却更为亲民。据国际权威机构报告，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武器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的相当份额。与此同时，中东大国也纷纷加强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埃及引进了中国的翼龙无人机与 VT-4 主战坦克，这些装备在实战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埃及军方的信赖。此外，埃及空军还与中国空军进行了联合演习，战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上空，彰显了两国军事合作的深化。埃及还从中国采购了防空系统与战机部件，进一步丰富了其军备来源，降低了对美俄的依赖。泰国作为美国的盟友，也积极与中国开展军工合作，引进了071E登陆舰，增强了其两栖作战能力，并加强了在南海的巡逻力度。同时，泰国还从中国进口了潜艇与坦克，这些高性价比的装备帮助泰国实现了军备采购的多元化。阿尔及利亚在非洲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近期从中国引进了歼10C 战机，其优异的机动性与先进的雷达系统使其成为替换老旧苏式装备的理想选择。阿尔及利亚已成为中国第3大武器进口国，其进口的武器装备涵盖了导弹、舰艇等多个领域。孟加拉国扼守印度洋要冲，从中国引进了056护卫舰，提升了其反潜与反舰能力。此外，孟加拉国还与中国保持高层互访，探讨军贸合作，预计将有新的订单产生。位于欧洲的塞尔维亚也展现出侵华姿态，引进了 FK-3 防空系统，该系统性能先进，可与 S-300相媲美。塞尔维亚还与中国特种部队进行了联合演习，进一步拉近了双方关系。这些采购项目规模庞大，总值超过100亿，涵盖了战机、坦克、舰艇、防空系统等多个领域，标志着中国军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2. 为何会购买中国武器？巴基斯坦之所以青睐中国武器，首要因素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重要枢纽，中方投资建设的瓜达尔港的安全保障需求，促使两国在安全战略上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此外，中巴两国间深厚的传统友谊，为长期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层面，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包括低息贷款及灵活的支付安排，有效缓解了巴基斯坦在经济困境与高额外债压力下的装备更新难题。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国家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不容妥协。展望未来，中巴军事合作将持续深化。2024年，巴基斯坦进一步扩大了枭龙战斗机的采购规模，该机型配备了先进的雷达系统。同时，巴基斯坦海军正规划增加潜艇数量，陆军也在积极升级导弹系统。另外，两国还定期举办海卫士等联合军演，显著提升了双方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另外，埃及稳坐中东战略要地，泰国虽为美国条约盟友，却逐步拓展外交空间。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地区的重要力量，孟加拉国扼守印度洋要冲，塞尔维亚则是欧洲的侵华代表。这些国家纷纷采购中国装备，彰显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影响力的攀升。而且，中国军工凭借自主创新，构建起完备体系，出口时尊重他国主权，因而赢得广泛信赖。目前，在全球武器贸易版图中，中国武器出口持续攀升，2024年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5.9%。
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一国便消化了中国武器出口总量的60%以上。这种深度的军贸合作，不仅加速了巴基斯坦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更使其主力装备体系逐渐实现了全面的中国化。接近巴基斯坦一半面积的俾路支省一旦独立，巴基斯坦损失有多大？前不久，印巴刚刚宣布停火，紧接着5月14号，网上便出现了俾路支发布声明宣布独立。这一时间节点的独立举动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有人认为俾路支省选择在此时闹独立，动机颇为可疑。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戛然而止的印巴冲突。5月10号，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在凌晨，印度对巴基斯坦发起突袭，巴基斯坦首都附近的努尔汉空军基地传来了爆炸声。这一行动直接威胁了巴基斯坦的战略核心区域，引发了巴方强烈的愤怒反应。巴基斯坦迅速采取行动，以铜墙铁壁之势展开反击，毫不留情地打击了印度的军事基地，甚至首轮攻击就波及到了印度的导弹储存设施。巴基斯坦空军更是勇敢地进入印度领空，甚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盘旋。令人震惊的是，巴基斯坦的一次反击竟然导致印度边境地区70%的电网瘫痪，显示出双方战况的激烈程度。没想到过了数小时，双方就达成了停火协议。紧接着，在5月14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一个拥有700万人口、占据国家面积43%的省份，突然宣布独立。该省公开寻求印度和国际社会的外交承认和支持，并明确表示支持印度的立场。俾路支省要求巴基斯坦撤出克什米尔，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2. 印度煽动俾路支省闹独立的目的。印度对俾路支问题的介入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其长期对巴基斯坦策略的延续。自1971年成功推动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后，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分而治之策略愈发明显，将其作为巩固南亚霸权的重要手段。印度方面通过煽动俾路支省独立，意图达成3大战略目标。首先，分散巴基斯坦的军事资源。俾路支省作为巴基斯坦最大的省份，占据了国土面积的44%。若能成功煽动其独立，将使巴基斯坦政权面临巨大威胁。这将迫使巴基斯坦军方在克什米尔东线和俾路支西线同时部署兵力，导致战略资源的严重分散，从而为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争取更多主动权。其次，印度意在消解巴基斯坦主权的合法性，支持俾路支独立，使巴基斯坦被塑造为治理无能的国家。俾路支独立宣言中不仅支持了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立场，还与1971年的孟加拉国独立事件相提并论。这种叙事逻辑旨在削弱巴基斯坦的主权合法性，为印度在国际舆论场上攻击巴政权提供依据。最后，印度意图打击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并削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俾路支省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若该地区实现独立并受印度支配，将直接切断巴基斯坦30%的能源供应，对巴基斯坦经济造成重大打击。该地区还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区域，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总额巨大，其中许多核心项目位于俾路支省。若俾路支省独立并受印度控制，将直接威胁中国项目的运营，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中亚的能源运输通道中断。此外，瓜达尔港作为中国突破马六甲困局的关键支点，对印度而言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印度长期视印度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若能控制俾路支省和瓜达尔港，将有可能封锁中国海军在阿拉伯海的活动。3. 俾路支省为什么想独立？俾路支族群起源于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后因19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而发展。在印巴分治时期，由于英国殖民者的国界划分以及宗教信仰为依据，忽视了民族分布，导致俾路支人被割裂至巴基斯坦、伊朗及阿富汗。俾路支社会以部落制度为基石，其族群行动以部落首领萨达尔玛为指南，因此对巴基斯坦政府的认同感在俾路支族群中并不强烈。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大多来自旁遮普地区，对俾路支省的关注和照顾相对较少。
俾路支省作为巴基斯坦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储量，占全国的 60%， 并拥有价值巨大的雷克迪克铜金矿以及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达 19.5 亿吨，占全国煤炭的半数以上。尽管地理位置优越，该省的贫困率却高达 52%。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将资源开发资金主要用于旁遮普省的发展，而俾路支省人民并未从中获益。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俾路支省人民对巴基斯坦的怨言日益增加。尽管有独立的呼声，但由于巴基斯坦是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且受到联合国宪章等相关条例的约束，国际社会并不会支持其独立诉求。如果印度分裂会变成几个国家，东北6邦能否归划我国管辖？印度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今已经是5常外最壮实的国家之一，它的一举一动很难不引起世界的关注，但在各方面的发展上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效应，导致印度的发展始终难有突破。不过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不认为印度未来会越来越强大，反而觉得它有可能会走向分裂。分裂后的印度又会变成几个国家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印度最大的心病，东北6邦。印度东北6邦的面积约 17.85 万平方公里，虽然不到印度国土总面积的 6%， 人口也仅占印度总人口的1/30，但它们与印度主流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存在显著差异，使得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变得异常困难。这6个邦地处东南亚地区边缘，居民主要为黄种人，且信仰佛教，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迥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得印度的东北6邦在融入国家主流社会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外，这6个邦仅通过一条狭窄的西里古里走廊与印度本土相连，这为地区间的交流与沟通带来了诸多不便。西里古里走廊不仅是印度东北6邦与本土的唯一陆上通道，更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它北临印度西金邦，南接孟加拉国，西北和东南则分别靠近尼泊尔和不丹。这条走廊的狭窄长度仅22公里，宽度却从东到西逐渐变窄，东部宽达33公里，而西侧仅21公里。西里古里走廊不仅是印度国土的咽喉要地，也是印度国土布局和形势上的关键所在。印度东北部领土的地缘局势十分微妙，由于仅依靠这条狭窄的西里古里走廊与主体部分相连，整个东北地区的边界中只有 1% 的部分与西里古里走廊相连，剩余的 99% 则被中国、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所包围。这种地理上的孤立和文化差异使得印度在处理东北6邦的问题上更加棘手，所以在印度的东北6邦一直以来都存在非常多的分裂主义和武装势力，想要脱离印度的统治。印度一旦解体将分裂成几个国家，若印度最终面临分裂，最先渴望独立脱离的将是东北部的6个邦，随后西金邦也可能紧随其后寻求独立。西金地处中国、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的交界，拥有7096平方公里的面积，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直到1975年西金才被迫并入印度。因此，若印度解体，西金极有可能再次独立成国。此外，印度本土可能会分裂为南北2部分，南部的各个邦可能会单独或联合实现独立，而北部则以新德里为首都，形成新的印度实体。而位于西北边陲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克什米尔地区，历来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争议焦点。该地区横跨青藏高原与南亚的交界处，总面积大约 17.3 万平方公里。目前该地区由印度与巴基斯坦共同控制，印度控制了大约 52.5% 的地区，面积可达 9.4 万平方公里，巴基斯坦控制的面积约 8.59 万平方公里。若印度发生分裂，印控克什米尔可能脱离其掌控。我国在此地的阿克塞钦以及喀喇昆仑走廊问题也将得以解决。东北6邦脱离印度会归属我国吗？有观点认为，在印度解体后，其东北部的某些邦可能会与我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或者归属我国。其中曼尼普尔邦是最具代表性的。曼尼普尔邦位于印度最东端，与阿萨姆邦相邻，
东侧紧接缅甸，北临纳加兰，西南则是米佐拉姆，其总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公里。尽管没有与我国接壤，但与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曼尼普尔人的外貌与华人相似，他们对于印度的文化和传统持有疏离的态度。曼尼普尔人的祖先源于中国，早在5代十国时期，南下汉人曾迁移至此，与当地种族融合并通婚，形成了独特的曼尼普尔文化。在文化习俗方面，当地人仍保留着华夏的影子，但经过上千年的时间，虽然与我国在某些方面仍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另外，曼尼普尔邦并未与我国接壤，在交通上也不是很便利，所以即便印度解体，曼尼普尔也不会被划入我国。尽管印度在面临分裂问题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它也在不断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政府需要采取多种策略，以缓解各民族间的紧张氛围，并强化国家凝聚力。解决这一复杂问题需要时间和不懈努力。印巴刚宣布停战，我国在藏南公布第5批使用地名，一枚前所未有。去年，我国正式发布了更新后的标准地图，精确地描绘了当前中国的疆域。新版地图中特别引人注目的3处地域，均为历史上的争议区域，涉及两国交界。它们分别是藏南地区、南海海域以及抚远三角洲。其中，藏南地区就是中印边境的争议来源。为了将藏南地区收回，我国自2017年开始进行5次标准化地名的增补。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我国藏南地区的领土争议。中印边境的纷争可追溯至英属印度时期，当时英国强行在西藏地区划定麦克马洪线，侵占我国超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引发了近100年的边境争端。我国始终对麦克马洪线持否认态度，因为藏南地区历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英国的行为无异于领土侵占。然而，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无力立即捍卫藏南地区，只得暂时将收复计划搁置。随着2战结束，英国殖民地日渐衰落，印度获得独立，而当时新中国也刚成立，那会儿可真是百废待兴，我们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事务中。但印度的野心却日益显露。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彻底暴露了印度的侵略意图，在自卫反击战中，我国成功击退了印度。但藏南地区的防御部署却一直未敢松懈。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正将遏制中国的战略延伸至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将印度纳入其战略范围内。有了美国的支持，印度变得更加嚣张。例如，在2022年12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中，美国为印度提供了情报支持。为了收复藏南地区，我国自2017年起启动了边境地名标准化进程。且在2017年、2021年和2023年的不同时间节点，共分3批次增补了32个居民点地名标准化工作。至2024年3月30号，第4批增补了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名，而一次性公开30处地名，不仅详细标注了中文、藏文、汉语拼音、位置及所属行政区信息，还分批增补了多个居民点地名。这些地名主要分布在错那、察隅、墨脱和龙子4个县市，其中包括山川河流以及11处居民点。2. 我国第5次公布藏南地区使用地名。今年的5月11号，中国民政部正式发布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5批的公告，新增27个标准化地名，覆盖错那、墨脱等4个边境县级行政区。自2015年以来，这是我国第5次公布藏南地名。此次公布的27个地名中，包括居民区、山峰和河流等地貌，均以汉字、藏文及汉语拼音进行标注，并附有详细的经纬度坐标和分布图。这一举措不仅填补了该地区地图标注的空白，更被视为中国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主权展示。在印度与巴基斯坦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适时公布这些地名，被理解为对藏南地区主权归属的明确表态，同时也是对印度非法侵占行为的回应。中国此前已通过调整行政设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军事部署等措施，强化了边境管控。外交部多次重申，藏南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都是无效的。3. 为什么印度对藏南地区始终不肯撒手？多年来，印度在边境地区持续展现其战略动向，
尤其去年3月，印度增兵1万人在中印边境加强了军事部署。随后，印度总理亲自莅临藏南，出席了色拉隧道的揭幕仪式。这条隧道自2019年开始建设，穿越色拉山口，连接达旺地区，解决了印军在冬季无法通行的问题。从地理环境上看，藏南地区的南北地形差异显著，北侧山体高耸，地形崎岖，而南侧则地势平坦开阔。这种地形特点使得从南侧进入藏南更为便捷。印度对藏南为何如此执着呢？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因其位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迎风坡，雨热条件优越，成为世界上位置最北的热带地区。这里水源丰沛，土壤肥沃，各类热带、亚热带作物得以茁壮成长，农业发展潜力巨大。此外，藏南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其突出的战略价值和巨大的开发潜力，使得印度对该地区难以割舍。特别是对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藏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藏南拥有突出的战略价值和巨大的开发潜力，所以印度对藏南的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强省会战略下，在济南合并莱芜后，下一个扩容的省会会是哪儿？当下强省会战略在全国城市中成为制胜的关键。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强省会战略正式拉开帷幕。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强省会战略行之有效，由长沙证明。长沙这座网红城市在2022年实现了人口增量的跃升，成功登顶全国首位。这一壮举的背后是长沙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强省会战略的强力推进。自2020年起，长沙人口总量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紧随武汉、郑州之后，成为中部地区第3个人口总量超1000万、GDP 总量超1万亿的城市。2021年，长沙以17.85万人的增量，跃居中部地区人口增量第2的城市。2022年，长沙拥有1042.06万的常住人口，超越武汉，成为中部地区人口增长第1的城市。长沙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短短10年间，这座城市便跻身1000万人口城市、1万亿 GDP 城市的行列，并被誉为国家特大城市。其经济总量虽位居中部第2，但其发展后劲十足。尤其是2022年，长沙以 4.5% 的经济增速和1042.06万的人口总量，均位居中部之首。湖南政府于2021年首次提出并实施强省会战略，致力于再造一个新长沙。这一战略在短短1年内便取得了显著成效，长株潭都市圈更是成为中部地区首个获批建设的国家级都市圈。随着强省会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沙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日益显现。湖南政府设定了明确的强省会目标，到2026年，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约2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人，经济首位度超过 30%， 并希望在全国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指标中位居前列。助力济南打造强省会城市。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济南市在山东省内的地位曾一度尴尬，这主要源于其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虽然山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靠前，稳居广东和江苏之后，但其省会济南的 GDP 却长期位居省内第3，落后于青岛和烟台。2017年，济南市的 GDP 达7201.96亿元，约占山东省总量的 10%。相比之下，同年郑州市对河南的贡献率约为 20%， 而合肥市则占到了安徽的 26%。然而，根据衡量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指标，济南的排名并不理想，其首位度仅为 9.9%， 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1。面对武汉、长沙、成都、贵阳等城市的迅速崛起，济南市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提升其在省内的地位，山东省政府在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至2030年中明确提出，优化和强化济南都市圈与青岛都市圈的发展，并支持济南、青岛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随后，在2018年，国务院批复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其中特别提到推动莱芜市与省会城市的融合发展。
莱芜市地处山区，与济南毗邻，其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山东省内属于较小的地级市。其2017年的 GDP 为896亿元，约占济南市当年 GDP 的 12%。莱芜并入济南后，其 GDP 超越烟台，成为山东省内第2。3. 谁会是下一个区划调整的城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从2013年至2018年，全国大约有90个社区市进行了市辖区规模结构的优化调整。这一举措不仅为产业项目和公共资源的集聚提供了便利，还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区划调整作为推动城市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其趋势日益明显。自2019年1月1号起，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更多城市的区划调整提供了法规支持。济南与莱芜的合并仅仅是开端，未来将会有更多大城市通过区划调整实现扩容。例如，西安与咸阳的一体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两地共享机场、电话区号，同时地铁建设也在推进中。西安获批为国家级中心城市，若能通过区划调整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将有力挑战重庆和成都在西部地区的地位。此外，深圳与周边城市的合作也值得关注。深汕特别合作区在2018年底由深圳全面主导，未来可能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区划调整。民间也提出了将深圳与东莞或惠州的部分区域合并的建议，以实现深圳的进一步扩容。这些区划调整的举措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将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沙将被搬空，美国计划将100万巴勒斯坦人迁往利比亚，靠谱吗？根据央视新闻5月16号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将加沙人迁往利比亚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可能会解冻利比亚10多年前冻结的资产，将其作为加沙人重新安置的交换条件。虽然这个计划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美国已与利比亚方面进行了讨论，将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100万人口迁往利比亚。表面上看，它是为了缓和巴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样的决定会将欧洲再次推向深渊。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提出将加沙人口迁移的原因。美国计划将100万巴勒斯坦人迁往利比亚的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8号，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就在社交平台上将此说法进行了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今年2月以来多次表达意愿，欲由美国掌管加沙地带，并主导该地区的重建工作。他建议加沙居民迁移至埃及和约旦等邻近国家。此提议在阿拉伯多国及国际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与批判。特朗普在访问中东期间释放出的消息，至少反映出了两方面的意图。首先就是以色列对于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没有发表公开评论，但是对于美国近期一系列的举动，如美国决定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却未涉及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侵袭等。以色列的不少官员对此感到震惊与不满，甚至还有传言声称，就算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不能正常化，华盛顿与利雅得的民用核协议也有可能达成。所以特朗普在访问中东地区期间，与知情人士在同一天发出了同样的信息，那就是接管加沙和迁移加沙居民。但唯一不同的是，特朗普在此次访问中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以色列收益，并试图缓解以色列的担忧与不满。其次，特朗普此次访问沙特等国家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自身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同盟与经贸关系，并且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削弱；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海湾国家对美国投资的力度加大，不仅将美国的军备大力售出，还将缓解美国的债务压力。所以特朗普在访问沙特时没有提及巴以冲突等敏感的话题，但是他也对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与立场借机试探了一下。2. 以军启动对加沙大规模攻势。据央视的最新报道，以色列军队在过去的24小时内对加沙地带发起了广泛攻击，并成功占领了若干战略地区。这是机电战车行动的初步阶段，预计将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旨在达成全面的军事目标，包括解救被扣押的人员、打击哈马斯等。
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将继续执行任务，以确保以色列公民的安全并实现军事目标。以色列官员此前透露，基甸战车行动将涉及对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并保持对该地区的掌控权。此外，计划推动巴勒斯坦平民向加沙地带南部转移，持续对哈马斯进行打击，并防止哈马斯控制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在5月16号下午的消息，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此外，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引述的消息人士称，自16号黎明起，至少有93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轰炸中丧生，许多受害者仍被埋在废墟之下。3. 将加沙人口迁往利比亚靠谱吗？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利比亚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等国接壤，该国面积辽阔，达176万平方公里，首都是黎波里，人口约为720万，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和白尔人。经济上，利比亚极度依赖石油资源，其产值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 85% 以上。利比亚的地理环境独特，大部分地区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带，仅沿海及东北部内陆的平原地区可供人类居住。这些平原海拔低于200米，而其他地区则被沙砾覆盖。利比亚作为北非的移民枢纽，常常成为偷渡者通往欧洲的中转之地。若大量巴勒斯坦人迁入后，生活环境每况愈下，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逃离潮，重现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惨状。此外，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访俄期间明确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接管计划，尤其是关于控制加沙地带和重新安置当地居民的方案。同时，哈马斯高级官员于5月15号发表声明，强调加沙地带作为巴勒斯坦领土的不可分割性，绝非可以交易的商品。对于美国提出的将加沙人口迁往利比亚的计划，大家觉得靠谱吗？